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奇异博士王。今天不给大家玩奥特曼的 SHF 了，我们来玩奥特曼超可动。哇，我最后一个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清？新出的特利迦奥特曼，万代应该是把所有超可动系列人气比较高的奥特曼重新更新了一遍。这次的超可动全身22处可动关节，还有每个角色定制的语音特效，让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。先开特利迦。嗨，哇，配件好多，好丰富。讲特利迦奥特曼。特利迦奥特曼，我一直觉得它金色的胸甲是它最帅的地方。圆环之臂配件，我拿着它好小啊。再配里有光线特效，先换上光线看一下。再配里有光线，好酷啊！这个光线的长度感觉刚刚好，就是它可以站在原地，然后它也不会因为光线发生重心的变化而倒掉。这里还有一个脚托，这样它站在地面上就更稳了。现在让我们把圆环之臂装上，圆环之臂的配色跟特利迦本身的配色真的特别的搭，哇，好帅啊！好期待它可以出空中形态和强力形态，可以让我看到其他形状的圆环之臂。特利迦的超可动主要在它的可动性上面做了很多的升级。首先，头部低头、抬头，然后左右的转头也有一定角度啊，当然它没有办法360度的做转头。肩部、大臂的地方可以左右来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。手指的地方，像装备圆环之臂就需要用手指关节，非常的灵活。腿部前踢几乎90度。后踢几乎30度，脚腕也可动，侧踢几乎90度，非常的棒。这代最神奇的是它的膝关节的可动性非常的强，从180度可以折成一个锐角，所以特利迦的可动性真的提升了好多。只是可惜，特利迦的这一代超可动没有发声的关节。不过让我们有请特利迦的奥特前辈们，迪迦奥特曼。奥特发生超可动系列迪迦奥特曼登场！哇，名字好长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它和我们常规的超可动系列高出一头。发生可动系列呢，浑身上下的关节跟超可动系列差不多。最明显的其实也是后背的这个发声元件。哇，我现在就是一直看着这个地方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它的音效了。我们有5个奥特曼的音效要听，看能不能猜得出来迪迦奥特曼会说什么。哇！是它变身的音效，栽培里有光线，信号灯。好了，就是以上3个音效了。发生可动系列会比超可动系列除了体型大，另外就是增加了胸部的可动关节啊，它可以很自然的转身。我们再用迪迦摆一个栽培里有光线，栽培里有光线。黑暗迪迦、邪恶迪迦和黑暗迪迦都是黑色的，小朋友们能不能区分得出来？黑暗迪迦是迪迦进入光之阵营之前的状态，就是它本身是黑暗巨人。然后邪恶迪迦呢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类科学家，抢走了大古的神光棒，然后变身成了邪恶迪迦。所以这2个迪迦是不一样的。黑暗迪迦。这个黑暗迪迦看起来相当的帅气啊！你看，就是把黑色做的非常的有光泽，真的是感觉还挺难的一件事情。对比着，你看啊，这个是普通的迪迦，这个是黑暗迪迦。黑暗迪迦好像很有质感啊，对不对？关节可动性上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啊，它和迪迦几乎是一样的。听一下你的声音，一样是变身音效，然后必杀技音效和闪灯的音效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迪迦的小腹肌哎。下一位，赛罗奥特曼。我赛罗的这个红色和蓝色的配色好正点哦，就是你就觉得它的红色就应该是这个红，蓝色就应该是这个蓝。想赢我，你还早2万年呢！会不会有这一句台词的收录？这个是它的光线音效。我是赛罗奥特曼，好神气啊！下一位，泰迦奥特曼。你知道泰迦是皇太孙对不对？泰罗是奥特之父的亲儿子，泰迦又是泰罗的亲儿子，所以泰迦就是皇太孙。泰迦奥特曼，哇，真的就是你感觉大尺寸的奥特曼真的好爽！快听听你的音效，你是不是泰迦奥特曼？来，泰迦先变个身，3人小队变身。
哦，这段带音乐的变身，太好听了。泰迦的计时器音效就不一般。刚才赛罗是就是完全没有计时器音效，就是赛罗是无敌的，他不会计时器熄灭，他就直接开始打招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赛罗奥特曼。下一位，我们的最后一位艾克斯奥特曼耳机曼，噔噔。我觉得这一代的发声可动这个系列，它的颜色色彩搭配做的超级好。听听你的声音。变身音效，哇！扎纳尼姆光线，果然艾克斯不愧是来自未来的奥特曼，他的计时器的声音就是我专门来用过玩具来听他们计时器的声音，感觉艾克斯的计时器音效确实更有科技感和未来感啊！那我现在把所有人的必杀技来摆一下，噔噔，这就是今天开的5款发声可动和我们一开始玩的特利迦奥特曼啦！你们来决定我下一个拍什么。如果你们更喜欢发声可动呢，你们就把发声可动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们更喜欢超可动呢，就告诉我超可动。这两个的玩法也非常明显了，就是超可动系列配件更丰富。还原程度更高啊，但是发声可动呢，整个奥特曼更大，然后还有配套的音效啊，还感觉很有质感。你们更喜欢哪个？留言告诉我。这里是奇异博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